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它获得了390.000名用户的评分。引起最大争议的电影《无名》真的有那么烂吗？电影《无名》大年初一上映，然而几家电影院在影片的放映框架上出现了错误，导致部分观众看不到字幕，只看到了影片的一部分。由于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对话是用上海话、粤语和日语进行的，一不小心没有字幕，观众完全无法理解故事的内容。在公司官方微博上，片方被要求做出解释，这既是对观众的提醒，也是对放映设备故障导致观影体验不佳的一种解释。除了因放映事故造成的口碑偏低外，其余几万条评论和收视率每天都在上涨，成为年初的第一魔幻现实。这差点让豆瓣官方暂停评分。无名在质量上真的能与全5星相提并论吗？影院内大多数人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感受最能说明这部电影的整体质量。太原创意总监程二凭借《罗曼蒂克消亡史》的作品赢得了市场和观众的青睐。以倒叙方式讲述的画面叙事结构隐藏了很多信息，但也有很多视觉感染力。就算每个观众总共看了2-3遍，也不一定能把所有的暗线都找出来。这使得观众在每次观看多次时都能体验到新的东西。电影所产生的现实变得更加梦幻，而梦想也变得更加真实。这得益于电影人所写的同名小说，为电影带来了更多的细节和因果。具有强势电影人强烈个人特质的作品表明，喜欢这种风格的观众会热情地喜欢它，而不喜欢这种风格的观众会感到不舒服。与前作一样，无名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上海，上海是民国故事的中心。然而，这一次，恶棍不是黑帮或日本间谍，相反，它是中华民国的秘密战线。这段时间，中国正遭受日本人的侵略，中华民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也在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当许多人在困难时期聚在一起时，有多种看不见的因素在起作用。何先生领导汪伪政府，他对每个目标都报以老练的微笑，用高超的沟通能力说服对方弃暗投明。有些人宁愿死也不愿服从，其他人吓得发抖，然而其他人却为他们所做的事感到尴尬。蒋女士代表重庆市政府，被何先生说服了，他是一个尴尬的人。他作为国民党的美容代理人，目的是接近唐部长，意图暗杀他。可惜他随心所欲，结果成了一个无能的间谍。张先生代表共产党，他是何先生必须面对的友善而胆怯的人。为了传递情报，他多年来一直躲藏在上海，但当他被置于生死攸关的境地时，他惊恐万分，选择了背叛自己的信仰。他是一个无能的共产党员。日本渡边，他声称他反对东条英机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的想法。他支持占领满洲和逐步建立殖民统治，他认为没有发生全面冲突的可能，因此希望组织和谈并尽快离开该国。还有从政投机的人，从政谋生的人，从政生存的人，有为名利争锋的海外10里赛场，有为民族大义而战的，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势力。有导序继续有趣，时间线分别被分解为1938年、1941年、1944年和1945年。这个故事非常雄辩，充满了导演的独特品质。观众将在观影过程中不断得到启迪，不断感受反转与解开带来的感官刺激。当时间被打乱时，观众会继续看电影。就拿梁朝伟演何先生这个角色来说吧，当他走上讲台时，他是一名国民党党员，他用他惯用的言辞来说服反抗的共产党员加入他的阵营。张先生被说服的一幕过后，何先生上门擦拭白衬衫袖子上的小血点。旁观者可以从这个行为推断出他对张先生的死负有责任。杀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受害人究竟会如何处死？谋杀后会调查他的真实身份吗？下面的几行文字将为您解答。
何先生的惨淡生活将从他精心打造的外表下逐渐浮出水面。以骑自行车的日本士兵中队为例，看来这个不断脱困的年轻军人是个天真倒霉的年轻人。围着篝火吃羊肉的时候，士兵们都说没吃过羊肉，唯独他提到了大餐。说起崛起，他略带优越感地告诉同事，自己要回国，远离战火。面对对中国人的屠杀，他表现出紧张。围着篝火吃羊肉的时候，战士们个个说没吃过羊肉。倒叙的故事结束了这个人从军人到贵族的转变，而在连贯的倒叙中，说明了他的逝世对世界的重大影响。谁能想到，看完高层的准备和政治周旋，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兵竟是汪伪政府与日本休战和谈的蚂蚁窝。由于这个小兵彻底失败，日本领导层制定了从中国撤军并全面部署在东南亚战区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这次失败的直接结果。身居高位的人谈判政治协议，挑起事端的计划不是在会议室的谈判桌上发生的，相反，它们发生在一顿又一顿的过程中。这个片段表现力很强，所有角色的阴谋和选择都隐藏在自然主义的对话中。例如，在日本餐厅的午餐，渡边、唐部长、何总连同三方的策划交易都时刻在场。很明显，渡边是讨论的主要焦点，晚宴是根据他的兴趣和喜好量身定制的。这一事实表明日本人在占领上海期间的优越感和野心。唐部长丝毫没有感到不安，不管他们吃什么谈什么，他总能毫不费力地抓住关节，玩政治游戏更是如鱼得水。何先生保持距离，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他通过告诉渡边他对日本料理没有多少经验来表明他对日本人的厌恶。数次聚餐过程中，渡边和唐部长对何先生的态度从共犯到怀疑，从动心到分手，始终一如既往的淡定。唯一一次出乎意料的是，先生在离开赛场之前忘记带烟了，那是他第一次让自己的感情战胜自己。就拿王队长的晚餐拼盘来说吧，他一边和叶书记吃早饭，一边随手点了一份清蒸排骨，然后就轻松地讲起了日本兵处决一家4口的故事。处决发生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篇文章描述的事情让叶书记心里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王队长却始终保持沉默。面对血腥杀戮，王队长已经麻木了一段时间。当我和家人一起享用晚餐时，我父亲的生日宴会正在举行。即使身为餐厅老板亲手准备了一桌全套套餐，父亲的心情依然没有改变。谜语的答案是姐姐在小声的耳语中揭晓的，以前有10几张桌子，现在只有1张桌子。男孩变成了走狗，结果家里没人愿意一起吃饭了。这不是这个家庭遇到的唯一问题。晚餐在一家人的沉默和冷漠中度过。吃饭时，一家人都低着头，默默地吃饭。长期以来，王队长和家人的关系一直很平静。2次和王队长一起吃饭的人都算不上是他自己的，他也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同类。这种疏远和虚伪是王上尉针对他周围环境中的个人制定计划的先兆。罗曼蒂克消亡史系列也多次出现这些晚餐设置。家庭聚餐中看似无心的闲聊，隐藏着无数值得深思的事实，也隐藏着导演的隐秘心思。这些细节值得思考。这个既有致敬又有隐喻的概念是众所周知的。说到隐喻，有一只狗在电影中多次出现。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陪伴日机的柴犬，机组人员还给它起了个名字罗斯福。在被袭击的广州街头，残废的狗没有名字，连防空洞都无法避难。相反，它们被留下在倾盆大雨中走在街上。当观众看到人不如太平狗时，在随后的倒叙中得知，广州街头流浪的狗死于轰炸，日军的宠物也死于空难。同一天，这个消息是他们看到人不如太平狗后才透露出来的。在战争的无政府状态下，狗急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和平的狗。关于参拜的做法，有国民党女特务江小姐的例子。当她发现被称为江小姐的绝色美女实际上是一个陷阱时，她吃了一惊。
刺杀他未遂，唐大臣却下令行事。任何人在这个地方都很难不想起色戒这句话。当梁朝伟演不了易先生的时候，他就假装江女士已经去世，然后放了他。这样做，他向电影《色戒》致敬，同时也象征着角色之间的差异。先生因为和易先生不一样，所以并没有像易先生那样成功摆脱这个女人。宣传时期，追求美学、故事、细节、隐喻、表演等极致独特的程耳表示，尊重观众，观众不可小觑。有被誉为地表最强的 RE65 摄影机拍出的明暗反差。无名有着极致的镜头美学，群英荟萃，精彩纷呈，相机拍出的明暗对比堪称地表最强。剧中，广州和上海是视效导演将4万套老旧民居一一改造后打造出来的。这部民国谍战的超级商业片是团队通过台前幕后的默契配合贡献出来的。影片向1920年代开始在隐蔽战线上奋斗的无名英雄致敬，也突破了近10年谍战题材类型电影的设定。春节听众在随附的文件中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